Hello，大家好，今天会从 Docker 的入门开始讲，零基础的，你可能不知道 Docker 是个什么东西。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并且教会大家使用 Docker。Docker 它其实是一个容器，类似于一个封装好的应用程序。我们要在这个 Docker 这个生态下运行这个应用程序。有些开发人员呢，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应用做成了 Docker， 那方便我们像我们这种小白呀，来去直接使用他们的程序来运行项目。我们不需要繁杂的配置就能运行开发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程序，比方说我们的 Nginx 啊，这些网盘啊、网盘服务啊等等。那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拟化封装技术。我在任何的 Linux 系统下，只要我有 Docker 环境，直接运行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会拿两类系统，主流的系统来跟大家分享 Docker 是如何安装、如何使用的。首先是以 Debian 和乌班图为代表的系统，那它俩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乌班图是基于 Debian， 都会采用这个 apt 打头的指令啊，这个就是软件包管理器的命令。一旦看到 apt， 这小子不是Debian就是乌班图。然后我们再看 CentOS 啊，比较老的系统，它这边有一个 YAM 打头就代表它是 CentOS， 红帽的社区版就是我们的 CentOS。那这个社区版呢也不再更新维护了，未来主流的话可能就是这两个系统会多一点。CentOS 呢，企业级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老系统比较追求稳定，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CentOS， 而且现在国内用 CentOS 的还是比较多。首先我们看 apt 这边啊，我们先需要 update， 需要更新一下系统软件包的索引。这个是不代表它去下载软件包，带上 upgrade 会去下载你当前系统内已经安装的软件包。这个-y是什么意思呢？自动同意，就是我们经常装软件包，它问你是否安装或者说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选择-y啊，加这个参数，它就会自动更新你已有的软件包。apt 加 install 就是安装的意思。安装什么呢？同样是我安装的所有软件，我都让它默认同意，默认允许安装。那我们会装 curl、wget 还有 sudo。curl 它是一个下载工具，它的下载速度是比较快的。wget 呢是偏向于稳定性的下载，你可以把它们当做 Windows 上或者是 Mac 上的什么迅雷啊、什么 IDM 啊，是这一类的软件，就是下载类的软件。那 sudo 呢，就其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命令，这个是我们非 root 用户啊，我们会用到这个 sudo。这边的 update 同样也是索引更新你当前的软件包，安装这三个。OK， 我这边呢给大家演示这两个系统啊，我现在是拿的乌班图 23.04， 右边呢就是我们 CentOS 7，也是跟大家聊完以后大家最常用的版本。像8、9虽然是新款，但是很少有人去使用。乌班图Debian来讲呢，我们就使用比较新的啊，这样的跟大家做一个区分。这边带井号就表明我们现在是 root 身份，乌班图Debian呢它就是单独带井号的。CentOS 的话它是会带括号的，右括号和井号贴得比较近啊，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 CentOS。那 OK， 那我们先输入这一行命令，粘贴到乌班图这边啊，更新索引、更新软件包、安装必要组件。当然 CentOS 整体的包管理呢，是我个人感觉是比较慢的，更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CentOS 呢就是每一个单项进程的小进度条，乌班图和 Debian 呢用的 apt 的包，那我们都是一个总进度条的情况。更新好了以后呢，我们把它们的数据全部清掉 ，Ctrl 加 L， 这边也是 Ctrl 加 L， 归根结底还是 Linux 系统，只是软件包层面上有一些差异。OK， 那我们接下来才进入我们的正题。那我们的 curl 在两类系统都已经安装了，我们需要到官方 Docker 地址去下载 sh 的文件来进行安装，整行复制一下，很短的这一行命令 Docker 环境就已经装好了，这边输入一下，这边也输入一下。乌班图这边呢已经安装好了，并且帮我们打印了版本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版本号是 24.0.6。 那我们的 CentOS 这边也已经装好了，它的版本号在哪儿打印着不管了，反正它也装好了。对于 CentOS 来讲，我们需要启动
当前的 Docker 环境。但是对于我们比较新的系统，像乌班图、Debian 是自动启动的，打 Docker PS，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回车。这些呢都是容器列表的表头啊，现在是没有任何 Docker 容器 Docker 的程序，所以我们只罗列了表头。但是我们在这边 CentOS 这边呢，我们看一下 Docker， 通过这个方式来验证，它会提示你当前没有运行，新的系统呢它会自动帮我们运行，老的 CentOS 呢它是不会帮我们运行的，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 Linux 标准化的运行应用的一个指令。我要使用我系统里的应用，将这个应用启动。那我启动的这个应用的名字叫做 Docker， 复制一下，我们粘贴到 CentOS 这边，回车一下。好，这样就启动了。那我们再输入一下 Docker PS， 向上啊，就来到了之前的命令。大家就会发现，跟这边已经是一样了，就表明我们进程守护已经启动了。还有一个细节，我们的 CentOS 呢开机是不会自启的。什么程序开机自启呢？那就是我们的 Docker 环境开机自启 REBOOT。回车一下，先让这一台 CentOS 重启 ，CentOS 又重新启动了。那我们向上，来我们看一下 Docker PS。OK，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输入的时候，它又说没启动。就是它目前不会跟随你的 CentOS 进行启动的，像我们的 Debian 或者乌班图来讲呢，那它是跟随启动的，所以这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掌握。开机自启，给它输入进去，输入进来，回车。好，这样呢我们就已经设定了开机自启。那我们再 reboot， 好 reboot， 稍微等一会儿啊。它在不执行这开机自启的命令，它能不能自启？它是可以自启的。Debian和乌班图进程守护都是开着的。好，我们再回到 CentOS 这边重连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我们重启后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已经实现了 Docker 环境开机自启的功能，这是在 CentOS 环境下。当然在乌班图 Debian 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操作。查看一下版本号，我们可以看到当前2个版本都是最新的。Docker 环境有了，对于你在上层运行所有的 Docker 都是一视同仁的。不是说啊，我 CentOS 就运行不了，我的 Debian 就可以运行。只要你有 Docker 应用，老到掉渣啊，你的系统同样也能运行最新的内容、最新的环境、最新的 Docker。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牵扯到镜像了。镜像是什么？对于 Docker 来讲呢，镜像它相当于是一个模板，你任何程序都要有镜像，你有了镜像，你才能运行容器。所以说先有镜像，上层才是容器，它必须存在去给你容器进行支撑。如果你的镜像没了，那你的容器也就运行不了了。通过这个命令可以查看我们当前本地的镜像列表，它其实跟我们的 Docker PS 类似。我们 Docker PS 是看容器的啊，那这个是看镜像的，同样都能看到这种表头，就表明没有问题。那当前没有任何镜像。那接下来我们来尝试下载一个镜像 Docker Pull Pull， 它其实就是一个拉取的意思，默认会到 Docker Hub， 就是我们的 Docker 仓库里头去拉取 Nginx 的这个镜像。冒号后面一定要带上版本号。那我们现在的版本呢是拉取最新的 Nginx， 这个单词就代表最新的。OK，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冒号后面就直接追加版本号就可以了。一般来讲只会拉取最新的。我们这边复制进来，同样复制进来，它就会去到我们的 Docker Hub、Docker 仓库里头去把这个镜像拉下来，已经拉取完毕了啊。它会生成一个 ID。这个 list 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当前的镜像是在哪里。好，回车，这边同样也回车。我们有一个 Nginx 的镜像，并且它的版本呢，它的标签呢是最新版的，这个是它的镜像 ID， 这个呢是代表什么时候创建的啊，这个就是它这个镜像的包体大小。好，我们镜像有了，我们如何删除这个镜像呢？我们同样是 Docker， 这边呢是 RM 的意思就代表删除， I 就代表 image 删除镜像，然后镜像的 Nginx 最新版本。所以你拉取的时候是什么格式，你删除的时候同样也是这个格式。好，右键进来删除，它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呈现啊，就会把你的镜像给删掉。那我们会释放一部分空间，就是相当于我们没用的镜像，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删掉。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镜像列表又空了。有些小伙伴会问了，哎，你把镜像删了，那你怎么再讲容器？你不是说容器是基于镜像的吗？待会儿跟大家来解释这一点。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尝试部署一个新容器。首先我们依然用我们这个 Docker 命令，就是运行一个-d，就代表是后台运行的一个容器。那这个容器叫什么呢？这个容器叫 Nginx。那这个容器开机会自启，这个容器-p 就是代表它会占用我们 VPS 的80端口。哎，为什么有2个？这个是它容器内部的一个端口号。那它要把这个端口传出来要传出来，映射出来，那它就会映射到我们 VPS 上的80端口。我们的443就是这个程序的443端口也要映射到 VPS， 大家就可以理解为宿主机的443端口。那一旦映射这2个端口呢，那你宿主机上的80和443就会被占用就会被这个容器所占用。我们可以看到后头这块的-v空格以后映射路径，让我们容器里面的数据可以存在我们的 VPS 上。我们的容器删掉了，哎，我们这些数据还在，这就是数据持久化的一个手段，就是让我们的数据不会因为容器的删除而丢失。那每一个容器呢，它映射出来的路径都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前面的冒号前面的这个目录呢 VPS 上的 OK， 你只要运行了这个命令，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创建一下。那冒号后面的就是我们容器内部的路径，容器内部也有一个小系统，然后它也会有很多路径。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同样是 Nginx 最新版，哎，为什么写在最后呢？我们可以发现跟这边是一样的。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最后面的这个往往一般会把我们拉取镜像的行为放在最后面，这一行命令会包含拉取镜像，按照我们设定的参数部署容器。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不会用到单独去pull一个镜像下来，除非是你的网络可能比较慢，需要日后再去部署容器。你可能不是说我下载镜像了我就立刻部署，那我们这边呢就是下载镜像立刻部署容器。好，我们把整行复制一下，这边呢同理右键进来回车。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镜像在不在我们依然用这个命令去看它的镜像在不在。好，它的镜像是在这块的。好，我们 Docker PS 以后简单来看一下Nginx 容器的 IDE 用的最新版的镜像，这个是用什么方式创建的，创建的时间，已经运行的时间，然后在后面呢这个是端口占用了哪些端口，最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容器的名称。OK， 我们用文件管理器，现在就到宿主机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home 文件里头有一个 Docker， 这个是我们刚才部署我们 Nginx 的时候创建的，它会自动帮我们把这3个目录创建了我们刚才说的证书刚才说的配置文件，还有我们的网站源码目录，它都已经帮我们映射到宿主机上了。那这里头放的任何内容呢，都会传到你的容器内部，容器进行使用。这个跟刚才上面的是不是差不多？我们同理用 Docker 命令 run 一个后台运行的程序，这个程序名字呢叫做 Nextcloud就是我们老外用的那个网盘同理它呢也是开机自启，占用我们 VPS 的8080端口。只要你做这个-p 的映射操作，你切记你所有的容器不能同时共用一个端口，否则你这个容器是创建不出来的。然后我们发现一些新东西，这块有个-e是代表什么呢？-e是代表这个软件让用户设置的一些变量让用户填写的一些信息我这边呢就填写了我的用户名，开发者他为我们方便我们去使用给我们开放的一个变量名。OK， 那变量名里头你可以传你自己输入的参数。那它后头又来一个-e，那就是第二个参数。第二个参数我们是定义这一个后台管理员的密码 Nextcloud， 它怎么孤零零的，后头也没有冒号那这种情况对大家来讲呢，就是它默认就去拉取最新版，就是你不带这个它也没关系，它会默认帮你带这个。那我们同理把这一行命令输入一下，
它同样拉取镜像，按照你的配置配置这个容器。它这边呢是下载好，然后并且一个一个解压，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了，现在2个容器呢都已经正常运行了 ，IP 加这个端口，你就能访问 Nextcloud。OK， 这一块呢就是你 VPS 的 IP， 在这边加个冒号，加上你 Nextcloud 刚才映射到主机的、映射到 VPS 上的端口号 ，Nextcloud 后台。一般的应用程序都是类似于这样的，我们拿上 IP 配合端口号就能访问这个网页服务了。OK， 这2个呢我们已经正常部署了一个是 Nginx， 一个是 Nextcloud。Docker PS-A， 我们之前用的 Docker PS， 那它就是显示正在运行的。Docker PS-A 呢，它是显示所有的，包括你没启动的、没运行的，它也会显示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通过这个来分辨它有没有启动。这个呢是已经启动了6分钟了，那这个呢是表示它现在已经是停止状态。我们如果使用 Docker PS， 那我们可以发现它只会罗列你正在运行的容器。一般查看我们所有容器的时候，那你都加上-A 是比较合适的Start Nginx 我们用一下Docker Start Nginx 就是你的容器名。启动好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再去使用这个 Docker PS 看一下。OK， 这2个都已经出来了，就表明这2个都在启动。那你如何去停止容器呢？ Docker Stop 然后 Nginx， 停止是铁定可以停止的。我们再进阶一下，空格，它这边还可以再输入一个容器名，双击它，右键复制一下，然后右键粘贴进来。我们可以解读一下，就是对 Docker 容器操作的这些命令呢，它都是可以对多个容器进行操作的。停止2个容器我们可以看一下回车。OK， 它会把2个容器全部停止。Docker PS 看一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因为在你的 VPS 里没有一个 Docker 程序正在运行。像我们这个 Nextcloud， 你再刷新，就已经刷新不出来了，容器已经被停止掉了。Docker Start Nginx， 再带上这个网盘，好，2个回车，它们全部启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删除。这时候会弹提示，这个意思呢是代表我们当前的这个容器正在运行所以我们没办法把它删掉。所以比较正规的流程就是我们要先暂停。OK， 先暂停了，然后你再用这个 RM 去把它删掉。这样的流程是比较正规的。那还有一个不正规的情况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块加了一个-F，-F 就是任凭你当前是不是在运行，我也强行把你删掉比较强制的。Nginx 我们刚才已经删掉了，所以我们不带 Nginx， 带 Nextcloud 这样的，我们强行把它删了。OK， 它就被删掉了。OK， 那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容器在这边了。好，再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进入容器。这个是 Docker， 然后我要进入，我要用交互模式来进入，就是已经运行的这个容器名要写在这儿。我进入了，它发现 Nginx 没有，对吧？没有的话，那我们进入一个有的。OK， 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下，这个是我们的 Nextcloud， 我们把 Nginx 改掉，右键进来，回车。OK， 大家发现这边有一个你的容器 ID 然后冒号到你的容器中的目录，那这个就代表你当前已经进入到你的 Nextcloud 容器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容器内你工作目录中的这些目录、这些文件。进入容器以后如何退出呢？我们就是 Ctrl 加 D 就回到我们宿主机上了，又回到我们的 CentOS 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个操作就是 Docker Logs Nginx，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 Nginx 这个容器产生的日志就会用到这个功能。同理，我们把这行复制一下就是在我们 CentOS 上操作的。我们回车一下，发现这个容器没有，我们把这个容器名复制一下，我们到 Nextcloud 里头去看一下它的日志。OK， 这就是 Nextcloud 产生的日志。就是看日志
啊。如果你的程序运行不正常的话，你可以去查看日志，然后把整个复制给 ChatGPT 啊。你说哎，我这个程序运行不了，啥原因？帮我看看日志，那你就可以这样去操作。我一般都会这样的去来解决问题。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科技烂对 Docker 的应用层面上的一些帮助帮助更零基础的，不用输入繁琐命令，只要可视化就可以去使用的。大家输入我们这一键脚本，我们可以看一下6这边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自动帮大家去安装我们的 Docker， 不管你是什么系统都可以让你开机自启这些我们都已经全包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版本号，当前有没有镜像，当前有没有容器，当前有没有 Docker 卷，当前网络有哪些这样的一目了然。可以选择3，选择3，当前我们没有任何容器，对吧？我们选择1，创建一个部署一个新容器。我们先把 Nginx 先创建了，粘贴到这儿，回车，它就去拉取镜像，帮你部署好了，粘贴，就是无脑的，非常方便。好了，这样2个容器都已经创建好了，然后大家可以对这些容器进行操作。可能我选择3，我要对哪个容器进行操作呢？首先是我们的 Nextcloud， 我要让它停止 ，Nginx 我要让它停止，回车。OK， 有一个没停掉，对吧？没停掉，咱接着停。大家都变成这样了，就已经全部停止了。然后删掉哪个呢？好，这样呢我们就全部删掉了。进入这个容器11，进入哪个容器呢？进入我们的 Nginx 吧。好，把 Nginx 复制过来，然后我们就进来了。这时候你在这个 Nginx 内部，你可以进行一些操作。OK， 那我们 Ctrl D 它就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它当前日志12。好，输入容器名。OK， 这就是 Nginx 当前运行的一个状态，就日志打印出来了。它如果报错什么的，你都可以去看。然后我们可以看他们的网络，我们选择13，这边呢会告诉你哪个容器 OK， 然后在什么网络下，它的网络下的 IP 地址8，把它们全部删掉。好，那所有的容器就已经全部没了。我们0，好，我们选择4，镜像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边还有镜像，对吧？我们要把镜像也删了，那我们选择4，好，选择 Y。好，这样的快速的对你的 Docker 进行管理和操作。其他的呢就属于再进阶的，我在这一期就不再跟大家分享了，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了 Docker 的入门零基础方便大家学习 Docker。我们知道了 Docker 如何安装如何拉取 Docker 项目的镜像如何去部署容器，如何启动、停止、删除容器镜像的一些操作。欢迎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